行，你在干什么？榴莲？你居然会买榴莲？我的天哪！你该不会是在做榴莲蛋糕吧？失败了。不应该啊！我这一步一步都按网上说的来的，怎么回事呢？180度双面平均受热烤半个小时。你调的是单面，梁队长。嗨，我说呢。不用回部队吗？有休假吗？哦，怎么了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在这个时候能在家里看到你，还是很安心的。我就知道。不过你为什么突然要做榴莲蛋糕啊？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吃点甜的，压压惊。哎，饶叔。啊，在家呢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我去公安局接小雪去啊。我和你一起，我也有事找饶之。法医提取了死者的 DNA。与之前别墅死者桑坤的 DNA 进行对比，发现他们的基因序列排布高度重合，基本可以断定船舱死者即桑坤的亲弟弟阿鬼。而且除了致命的内衣枪以及渗血的引流口以外，死者的其他伤口都经过医院的处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伤口以及打斗的痕迹。仅尸检结果来看的话，死者基本上没有他杀的可能性。船主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船主那边承认，他是因为害怕捕猎野生动物的事情暴露，才隐瞒了暗仓的存在。但是他说他不认识死者，他也不清楚对方什么时候放了什么东西在暗仓里。我详细的查过这个船主的背景资料，没有发现问题。小强，物证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现场没能提取到有效的指纹、脚印和毛发信息。通过枪械上的指纹、弹道分析以及火药颗粒燃烧造成的伤痕来看的话，可以确定死者是吞弹自杀。而且经过枪械部门的查验，证实了现场发现的枪支、弹药均为3D 打印技术所制，上面只有死者的指纹。这个3D 打印需要什么条件？欲望之城上面就有下载程序，再有一台3D 打印机配合相应的材料，就能完成枪支制作。这种3D 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枪支威力上比传统枪支小一点，但是它具有制造方便、可以规避射线扫描等优势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帮助持枪人顺利地通过安全检查。鹏飞，你那边能查到下载人的信息吗？目前查到的只有那个叫恐怖海盗的 ID 下载过这个程序，只是对方的真实身份一直无法确定。饶志，卓然就是开3D 打印公司的。那他还使用3D 打印手枪，这不是摆明了让我们怀疑他吗？我觉得他没有那么蠢。不一定是蠢，很有可能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挑衅。他先伪造自杀的现场，即便是被拆穿了，也能借由他的彻底暴露，让我们排除对他的怀疑。他应该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摸准了我们的办案心理。要真是这样，那这个红魔海盗也太可怕了。岂止是可怕，他之前的种种犯罪，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在进行一场毫无目的的行为艺术。行为艺术也许有可能，毫无目的，绝不可能。但我们应该怎么去拆穿他呢？
这样啊，会后啊，大家再好好捋捋手上现在已经掌握的一些线索，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词，好好的捋几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疏忽遗漏的地方。饶志，昨天在医院是我的疏忽，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分。处分呢肯定是跑不了，但是现在不是做检讨的时候。走，跟我再去床上看看。是。饶志，饶志，死者不是自杀的。